我的身后啊，就是天下第一骑楼，它呢是建在一片沼泽地之上，没有用钢筋，也没有用混凝土，经历了100年啊，竟然相安无事。接连发生了几次地震都没有把它震倒。那么里面现在呢还有很多的土著啊在里面居住。今天阿波呢就带你到里面去看一看这栋天下第一骑楼，走吧。这栋楼啊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建了，距今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土楼。那么它的主人当年为什么要把它建在沼泽地上呢？因为据说当年有一个算命的先生跟他说，把房子建在这个位置呢，家里面会出大官。他真的信以为真，后来就克服了一切的困难，把房子建在了沼泽地上。那具体是怎么建的呢？一个人掉到沼泽地里面都容易陷下去，但是一栋房子想要建在沼泽地上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当时呢，他就想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办法，用了几百根的松木，全部打入沼泽地。有一句话叫“水清万年松”，所以当时呢，这些木头啊，把沼泽地变成了一个非常柔软的地基。在这个地基之上再建房子的话，它既抗震，而且呢又能够居住。那么这种土楼呢，他家到底有没有出大官呢？您看看我的身后那个位置呢，有一座山叫笔架山，建了房子还不算，他还在对面呀填了一座山。咱们只听过愚公移山是吧？现实版的愚公移山，看到了吧？那个山头门前有座笔架山，世世代代出大官。有没有出大官呢？还就真出了一位。他的孙子啊，在16岁考中了秀才，后来又考中了进士。所以说，在门口的那个位置呢，有一个石龙旗杆。在客家人的风俗当中，立石龙旗杆，要么家里面出了大官。那么这个官呢，分文官跟武官。文官它就是上面一个笔尖，他们家出的是文官。如果是武官的话，上面呢可能放一只小狮子。这栋楼的名字呀叫和贵楼，和亲继康禄，贵子共贤孙。这么高的楼，21.5米，在280年前，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？其实它所用的土呢，叫三合土。这个三合土啊，就是河里的一些泥沙啊，加上糯米，加上黄酒，加上蛋清等等等等，把它呢混合在一块儿做成的三合土。然后呢，用夯土的形式呀，把它一层一层往上垒。下面一般呢是比较宽，越往上越窄，越往上越窄。看到没有？进士的匾额，说明这栋房子里面啊是出过进士的。那么整个土楼呢，它的房间一共有140间，分为5层，每层呢有28个房间。1层呢一般都是厨房跟客厅，2层呢是粮仓，3层、4层、5层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整栋土楼呀，里面可以住一个大家族。那么土楼的上面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就带你们去看一下。这栋土楼一共有4个楼梯。每一个楼梯呢代表一户家庭，他们的房子的分配呢是从1楼到5楼，以一个楼梯为一户，所以这一栋土楼里面大概有4个家族，每个家族一共有5层的房子。看见没有？这一排过去，有没有一点像古代的那个客栈？其实里面的房间并不大啊，一个房间大概也就15到20平的样子啊。这边还有个楼梯啊，咱们上去，再往上走一走啊。都是松木，看见没？这个木头都很老了。俗话说，松木的话比较适合建房子，因为它比较耐腐蚀。但是土楼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最怕的就是火。所以说呢，里面都会有水井，而土楼的建设呢也按照了阴阳5行的这种什么排序，水克火，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水的元素。你看。那个是土楼的墙体啊，越往上的话墙就越薄。这个墙估计呢，它的厚度呢在1米左右。我们刚刚上来的第1层那个厚度大概是在1.5米。上来了，这里应该是土楼观景啊最舒服的地方。哇，这个走起来咯吱咯吱，有点。来看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土楼的这个全景啊，往下数，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，中间的那个位置啊，就是他们的祠堂。每一个土楼里面都会有祠堂，如果发生一些什么大的事情呢，都会在那个位置。
祠堂里面啊举行这个商议或者是决策。这个呢就是土楼的瓦片啊，这种瓦片的质地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轻的，因为本地它毕竟是什么资源比较少，所以说能够找到这种瓦片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个呢就是土楼人家住的房子啊，这种房子呢它虽然说是木质结构，但是它有个缺点，什么缺点呢？不隔音。你晚上要想干点什么事情啊，稍微动静大一点，那整个土楼的人估计都能够听得到，所以呢得小心翼翼的。这个呢就是它的梁了，也是实心的松木。那么呢，它里面是没有采取钉子的，你看这里都是木头的铆钉，上面也是一样，包括下面的地板都见不到一根钉子，就活生生的印证了那句话叫鲁班工艺，是吧？什么都可以造。那么土楼呢，住在里面，他的感受呢就好像回到了古代一样，所以当地的村民也是非常淳朴的。你看他们晾晒的一些衣服。是吧？在里面做饭，整栋房子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这个位置了。这边呢是一大片的沼泽地，下面呢打了很多棵的松木，在松木的上面呢又铺了很多的鹅卵石，然后才把它的地基呢给稳固起来。以前很多游客来到这边呀，去上面蹦啊，据说有一个300多斤的胖子蹦了一下，整栋房子啊都晃了一下。后来呢就拦起来了，啊，不允许再去蹦了，因为这个呀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。而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万一被崩坏了，那个吃不了兜着走。关注我，我是夏麻阿波。下个视频啊，咱们去一趟湖南的神秘村寨。